着手自由地奔跑，这一秒有了你正好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欢笑，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。这美好穿过了云霄，让上天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逍遥，我们的眼泪太多风景围绕，听小鸟悦耳的晚叫，伴流水归小桥，我们还自由地放着枝摇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欢笑，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。这美好穿过了云霄，让上天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。严小蛮隐藏身份，躲进你们戴家有多久了？不是1天2天了吧？知情不报，窝藏罪犯。戴律师，这种事情要是张扬出去的话，别说是你律师的资格，恐怕你还得进去吃牢饭。够了，朱捕头，你休想威胁到我大哥。这件事情上，你自己做的也有瑕疵。要不是你严刑逼供，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这件案子最大的瑕疵是什么？你们最清楚。你不应该把这个罪名扣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严小蛮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哼，逼他的人不是我，逼他的人是你们戴家。哼，当初杨总管那求我的时候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嘴脸呢？哼，你们戴家为了自己，根本就不会在乎谁会做这个替死鬼。我从头到底就配合你们，你们倒打一耙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你们这个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过河拆桥，兔死狗烹，你们卸磨杀驴呀！没关系，我认了。不过有一点，即使你真的做到了，就算你真的能让我下得了地狱，我也得拖着你，拖着你们戴家一起下地狱。朱捕头，不送了。问天哥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朱捕头会反击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知道，不过他说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全信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以为朱捕头只是放了狠话，不会这么做吧？朱四能当上捕头，说明他对法律的问题很清楚。他如果要拖戴家下水，就得揭发我娘的事情。如果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受贿200块大洋的丑事就会被揭发出来。法律对于受贿这项罪名，恐怕要判个10几年吧。你以为他真想坐牢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不会拖戴家下水？其实，这就是他和我们戴家的一种恐怖平衡，谁都不会先去揭发，否则的话，只会两败俱伤。放心吧，戴家不会有事的。可是问天哥，你说的是戴家，那你自己呢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问天哥，你不要以为你装作若无其事就能瞒过我，其实这一切你早就算计过。你知道朱捕头不会冒着坐牢的危险采取两败俱伤的反击手段，所以戴家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朱捕头必然会揭了你的伤疤，毁了你，这些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真不懂，
原来我以为问天哥这么做，顶多会毁了他和小蛮之间的情谊。可是现在我才懂，原来你的大哥早就准备好坐牢，早就准备好丢掉律师资格。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救小蛮。为了救小蛮，你大哥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问天，问天！这上面说令师非常生气，要下令彻查。天儿，我认为你这招险棋玩得有点过火，难道你就不怕朱捕头要反击吗？娘，你别担心，只要咱们打赢了这场官司，朱捕头他未必能怎么样。至于那毒包子的事件，我看他提都不敢提。这个我倒是不担心，毕竟他收了我们家的钱，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。但是他也是一心想帮我们的，这样对他，我倒是有点过意不去。这个我也明白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知道你是想帮小蛮，可是，夫人，那个朱捕头的确也拿了戴家的钱，在替戴家办事，可是那笔钱只是让他封口的，又不是让他胡乱抓人来顶罪。大少爷这么做，其实是迫不得已，也是避免一错再错呀。你说的对，冬梅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，要不然，付出代价的就是小蛮。天儿，恭喜你打了漂亮的一仗，娘非常欣慰。如果你亲生爹娘在世的话，看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忙了一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好。夫人，你等了一天，也该休息了。是啊，等了一天，心情也折腾了一整天，不过还好没有白等，等到了一个好消息。走吧。娘，对不起，只怕天儿要让您失望了。快打！快打！小蛮，我问你，当初财猫遭到刑求之后，有没有就医？没有，我们家没钱，看不起医生。那也就是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验伤报告。没有。小蛮，你再仔细想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财妈是被刑求逼供的。我说岳小姐，需要什么证据啊？有财妈跟金龙哥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了。你怎么了？今天问天哥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可是对他自己来说，却是一场大败仗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猜到你会连累问天哥的，如今果然应验了。问天哥为了救你，不惜揭露巡捕房刑求逼供的事情，现在他把朱捕头给惹毛了。朱捕头要控告问天哥知情不报、窝藏逃犯的事情。等等，今天在法庭上是问天哥一直逼问我，说什么让我遭受刑求的事情。我以为想出了对付那猪头司的办法，我才说的呢。他当然想到办法了，而他的办法，就是毁掉朱四，也毁掉自己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问天哥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对，你现在终于满意了吧？你终于把问天哥拖下水了。不是的，岳小姐，我要是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我才不会说呢。你当然不会知道，因为问天哥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知道。其实你早就应该离开戴家，离开上海的，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肯。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是被冤枉的，证明你的弟弟妹妹是枉死的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证明问天哥是真心爱你的？小蛮，你太自私了。等到有一天问天哥被你害得丢掉律师资格，被你害得坐牢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
充其量就是一场悲剧。岳小姐，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我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能不能请你帮我通知问天哥，就说我想见他，我会想办法阻止他这样做的。如果他还是不肯，我就当众解除对他的委托，拒绝他继续为我辩护，这样可以吗？已经太迟了。为什么？看清楚标题。这张新闻快报是我刚才在路上拿到的，现在路上人手一张。官司打到现在，朱捕头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，而他势必不会放过问天哥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岳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做才能救问天哥呢？怎么办？你还能怎么办？你只会越帮越忙，你只会害死问天哥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将官司进行到底。而这场官司打到最后的结果，只有两个：要么你被判有罪，处以死刑；要么问天哥就得跟朱捕头一起下地狱。杨叔，小芳，今晚动手，我会在他的茶里下药，等他睡熟，过了午夜，我不会锁门，你摸到他的房间，用这个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在后门等你。等你离开了租界，我给钱，你走人。我真不懂，杀死戴老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懂的多着呢。别再问我放不放弃，也别再问我喜不喜欢小满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于你怎么做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小满，如果你真的想和他在一起的话，完全看你自己。我跟小满早就不可能了，但是你和小满这才开始。老爷，这杯安神茶是我亲手给您泡的。哦，好。爹，娘，我喜欢严小蛮，我要娶她为妻。你说什么？桃儿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要娶严小蛮？爹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喜欢她，我就要娶她。够了，你在胡扯什么？
你说你喜欢严小蛮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。现在你还想娶她，你是疯了不成？娘，我就是喜欢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胡扯，哪有非娶不可的？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？我不能对不起小蛮吗？涛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是什么时候对不起严小蛮的？这种事情怎么说啊？这种事，就算再不好说，你也得把话跟爹娘说清楚。你快说呀，把我们都给急死了！你非说不可。这，男人对不起女人的事情还能有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难道是那种事？二少爷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想再问一下，刚才您说对不起严小蛮，你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已经……是啊，我们是已经……小蛮已经……对啊，她也已经……涛儿，你是说她已经怀孕了？是啊，她是怀孕了，怀了我的孩子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是涛儿有事啊。涛儿，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蠢事！涛儿，你是说严小蛮怀了你的孩子，怀了我们戴家的骨肉？对呀，严小蛮是怀了我的孩子，而且我就是要娶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娘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终身不娶。涛儿，涛儿，快去看看！哎，快去！老爷，二少爷，这个结婚这种事，你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开玩笑？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可是，就算他很喜欢你，可他一直认为杀死他弟妹的就是二夫人，这世亲之仇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跟你？这纯属是个意外。哎，意外？对呀，你想想，这男人碰上了女人，这不就是干柴烈火吗？那天我们俩又喝了点小酒，两个人喝多了，所以这意外就发生了。哎，那他事后没有怪你啊？怪我？他干嘛要怪我啊？他多么的喜欢我呀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那天去自首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嘛。再说了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严小蛮呢。他去自首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切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就已经发生了。可是二少爷，我是怕你上了他的当啊。是他对你说她怀孕了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骗你呢？你说什么呢，杨总管？你把我当傻瓜呀？不是，这小蛮怀孕起码是1个月以上的事儿了啊？是吗？啊，我们该查证的查证，该比对的比对，反正一样都没有少。说到这件事情上，杨总管，我还有些地方对不起你呢。这怎么说？就是当时救财妈的时候嘛，我心急呀，我把她当做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所以对你有不敬之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二少爷，你真是性情中人。这件事情啊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你也别太在意啊。啊，没事。我就安排珠儿给您放热水。好。哎呦。杨总管，老爷，二夫人，怎么样？二少爷他怎么说？我问过二少爷了，二少爷说，小蛮姑娘至少怀孕1个月以上了，而且该查证的事，二少爷一样都没少，都比对过了。是吗？那丫头真的怀了戴家的种了？恐怕是如此了。
这孩子居然闯出这种祸来！唉，涛儿也真是的，哪个女孩不好，偏要去招惹那个丫头。当初他说喜欢她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一时好玩，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。唉，喜欢人家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让人家怀孕，这孩子真不知道该是骂他好呢，还是夸他好。老爷，您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怀了我们戴家的孩子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可是孩子的妈是严小蛮啊！唉，所以才叫我头疼啊。如果是换了别的女人，只要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人，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她娶进门就算了。可偏偏是严小蛮，这小蛮可是把我们戴家当成仇人呐！杨总管，你看这事情怎么办？我看，二少爷行事虽然鲁莽了些，可是木已成舟了，我们只能认了。认了？啊，这不认不行啊，戴家不能无后啊。再说二少爷脾气那么倔，日后他要是来个终身不娶，那戴家岂不是断了香火了？嗯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，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要定了？要定了。这下可好，还非得把那丫头给救出来不可了。哎呀，真是一场灾难。那婚事呢？难不成你非要把那丫头给娶进门？这我还拿不定主意啊。杨总管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救严小蛮跟保住她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再娶进门，这是两码事吧？你是说，只要孩子，不要媳妇儿？老爷夫人，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个媳妇，我看可以跟二少爷再商量商量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小芳，小芳，小芳。快，抬走！哎呀，老爷，杨总管，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哎呀，老爷，刚才我去盘点仓库，我突然看见刘小芳的皮包，我这才起了疑心啊。哎呀，这否则的话，不过老爷，您可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哎，这丫头怎么溜进咱们家的？是，关键的问题就是，咱们家戒备森严。刘秘书是怎么会潜进我们家的呢？不管刘小芳是怎么潜入咱们戴家的，这都是我的不是。老爷，两位夫人，我请求辞去总管的职务，让我隐退山林吧。啊，杨总管，你不能走啊！这
老爷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小梅她说的对，这个家要是少了你，那哪成啊？不错，刘秘书前进咱们家，企图行刺老爷，是杨总管及时制止，才没有酿成大祸，这是大功一件。如果杨总管现在离开的话，我们日后怎么能够服众呢？杨总管，你一向对戴家忠心耿耿，现在除去我们家的心头大患，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你走了？是啊，老爷，两位夫人，你们的话，我记着，我记着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我好，就这样啊。不过事情到现在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能从刘秘书的口中问出幕后的主使是谁。爹，天儿还得提醒您，如果今后您要外出的话，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我知道。问题是，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实在是。老爷。爹，娘。涛儿，小蛮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孙子，也是咱们戴家的香火。你爹跟我都答应了，会全力救出小蛮的。娘，太好了！娘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同意我们结婚了？我们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不想一想，小蛮一直认为戴家就是毒害他弟妹的凶手，日后怎么跟戴家相处啊？娘，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呀以后会跟他慢慢解释，让他释怀的。你怎么解释啊？难道你要告诉他你大娘是凶手？这件事情当然不能告诉他了，但是我会用诚意打动他的。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以后嫁入我们戴家，成了咱们戴家的媳妇儿，再成了孩子的娘，这件事情她也许会看淡的。涛儿，你太天真了。娘呢，希望你往远处看，啊，以后你可以娶像样的姑娘嘛。至于小蛮，只要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咱们，戴家一定会给她一笔丰厚的钱，让她生活无忧。娘，这就是你的打算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你们想要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必须同意我娶她。住嘴！我绝对不同意。娘，涛儿，你不要以为仗着爹娘疼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们是因为够宽大才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娶那个丫头进门。小蛮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孩，我非她不娶。涛儿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哪懂得什么叫爱？外面姑娘多的是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呢，我跟你爹绝对不会答应。如果你真的想救小蛮的话，你就听我们的，否则你就看着那丫头受刑吧。你是拿她的性命来威胁我了？我们这是在保护你。你们不同意我娶她，我得不到你们的祝福。但是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非娶她不可！你别再吓我了，娘这回不上当了。涛儿，怎么了？你又发病了？哎呀，小梅呀，她涂白沫了，她不是装的。你看，涛儿，杨总管，快叫大夫来！二少爷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不是好事。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癫痫症全然束手无策。身为他的父母亲，你们比起别的父母只会格外辛苦，还得随时准备面对他的死亡。请。
天哪，桃儿才18岁呀！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？为什么？娘，我还没死，你哭什么呀？桃儿，桃儿，桃儿，你醒了。桃儿，你还好吗？没事了。爹，娘，王大夫跟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我从小就抱着单身主义，哪一个女人也不应该嫁给我。要是嫁给了我，她就倒霉。万一哪天我不在了，她还不得守活寡呀？桃儿，不许你这样说话。听我说完。哎，小心，慢点。桃儿，我的确不敢有结婚的念头，因为怕耽误了别人。可是直到我遇到了小蛮，她是那么的善良，让我产生了结婚的念头。娘，小蛮要是真的愿意嫁给我，当我的妻子，为我生孩子，就算哪一天我不在了，也还能为你们留下个孙子。桃儿，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桃儿，爹答应你。你答应什么？你不是要娶她吗？你就娶吧。真的吗？老爷，你真的答应了？唉，不答应，要是这孩子跟我们闹起别扭来，断了咱们家的香火，我可是承担不起呀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可是了，就当做养儿子是来讨债的，咱们前辈子欠他的债。桃儿，爹再说一次，听清楚，爹答应你了。爹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是我逼你的。小蛮，我说二少爷，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怎么3天2头往这儿跑？我觉得不会啊，风景如画的，要不是出入不方便，还挺适合约会的。你信不信再凭我掉头走人啊？好了，别生气了嘛。哎，我这一次过来找你，是有正经的事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有救你的办法了。嗯？对啊，不止可以救你，而且还可以救我大哥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是你必须要配合我一下。你说，下回在法庭上的时候，你继续翻供，说那口供都不是真的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不能说出朱捕头行求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行。可是岳小姐上次跟我说了，她说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把猪头四给惹毛了。她不仅不会放过我，而且不会放过你大哥，所以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说能救我呢？反正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
我们跟朱捕头之间是有些交换条件的。什么交换条件啊？你不再指控他行求，来换取他推翻你的口供。二少爷，难道你要去找猪头寺？我哪有那个分量？猪头寺那边我娘会打点好的，你听话点就行了。你娘都快恨死我了，她干嘛要帮我？哎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样才能救你一条命。不，二少爷，我觉得你一定有所隐瞒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快说！不说是吧？好，那麻烦你回去告诉你娘，她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严小蛮的生死与她无关。哼！哎，好，我说。其实，不止我娘想救你，我爹他也想救你。嗯，因为，我跟他们说什么？小蛮，我说了你可不能骂我。哎，我不骂你，说吧。那你先答应我不骂我。我答应你不骂你，快说。我说，我想娶你。啊！我其实不想在这种地方说的，在这种地方求婚感觉怪怪的。求什么婚？谁要跟你结婚？见你个大头鬼啊！那说好不能骂人的嘛。戴君涛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我明明说了我们之间不可能的，你偏偏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趁人之危逼我就范。哎，你又误会了，小姐，我是为了救你，好不好啊？我娘跟法官熟，跟朱捕头熟，跟领事大人也熟。我要不说娶你当媳妇儿，她怎么会救你呢？得，那就更奇怪了。你说你娘想救我，我本身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你现在又说你娘想认我当媳妇，那我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。你娘跟我当她是眼中钉，她当我是仇人。我现在这么惨，她不落井下石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，你还说她想救我？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阴谋，快告诉我！好，我说。小蛮，其实你说的没有错，我娘她是不可能认你当媳妇的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。什么情况？我其实就是耍了一点小的诡计，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，就说有人怀孕了。谁怀孕了？你。我？你说我怀孕了？对啊，你还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跟什么嘛你？对，我爹娘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你反应是一样，都吓坏了。戴君涛，你，小蛮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娘怎么会救你呢？放开，戴君涛，谁让你们救我了？我才不稀罕呢！你这个混蛋，竟然坏我名节！哎呦，小蛮，你先听我说呀，你别忘了，我不止为了救你，还为了救我大哥。如果我娘不出面的话，别说你们这场官司打不赢了，连我大哥也岌岌可危。只可惜我跟你大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，谁稀罕你们的关系啊？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们也应该清楚，这场官司你们根本就赢不了了。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绞刑台，也不想看着我大哥丢掉律师资格，甚至坐牢。那你也不应该撒这样的谎来败坏我的名节呀！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不管你怎么骂我都行，只要不打我。是吗？对。哼！哎呀！戴君涛，我打得你四脚朝天，五体投地，我打你个乌龟王八蛋！哎呀！不要跑！别打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戴君涛，我警告你，你休想我嫁给你！我非娶到你不可！四君涛，哼！四君涛，朱大人，您辛苦了。二夫人，我这2天的心情，又岂能是辛苦2字就可以形容的呀？
刘小芳终于自食恶果。说起来，朱大人是功不可没，可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刘小芳这件事，我当然是应该开心。可是二夫人，这2天小的都快被大少爷给逼疯了，这有这样的心情吗？您说的我完全理解，所以老爷特地要我来这一趟，给您致意致歉，并且慰劳慰劳。顺便想跟您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什么交易啊？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，这个笔录、日志、账户的银行资料，全都先还给你。二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打消严小蛮的口供，免了他的罪行。这个办不到。如果是其他的还可以商量，你让我现在推翻我的口供，那我不是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吗？啊，这个叫我承认之前就是刑讯逼供，那我这个位子都保不住了，这我自己拆自己台，办不到。二夫人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只要您答应，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您的。哦，500仙大洋。500仙的羊。朱大人，其实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推翻口供，又可以保住你的名声。什么办法？就说是严小蛮自行翻供，因其弟妹诈死，他自责过深，神经恍惚，这才承认自己下毒。朱大人只要顺应了他的说法，证实他当时确实是哀伤过度，神志恍惚，这样供词不就推翻了吗？可是这件事情已经闹上了法庭，就算我肯改口这么说，这法官大人会采信吗？啊？哼，法院的事情一码归一码，您就别费。